我的妈呀！嗨呀嗨！探索天坑时遇见诡异的彩绘木偶，你知道有多可怕？坑底出现的一切物件都令人毛骨悚然。这里是丰都鬼城阴阳洞天坑洞寨，相传此洞错综复杂，100年前悍匪罗老五在这里神秘消失。这一次可怕的探险经历让我接连做了3天噩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还原阴阳洞中拍到的真实影像资料。这次我们进入阴阳洞拍摄考察的共有5个人啊。这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做系统，可以看到这个施压线天坑呢，它周围是绝壁，但狂风大作，可以看到这个树啊被吹的是呼呼作响。注意看，我们进洞之前是5个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管求不到那么多了，直接开干。好大的风啊！什么情况？换小蚱蜢作为先锋率先下降，成功到底。我们这时候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施压线天坑北面的崖壁之下。可以看到，从小蚱蜢这么过去呢，就可以到达那个城寨的下方。根据当地老人传言呢，这个阴阳洞呢可以直通丰都鬼城，说可以从丰都鬼城那边冒出来。我们今天呢带够了足够的绳索，看能否找到通往丰都鬼城的道路。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株大叶百合，还是含苞待放的状态。这个旁边还有这个前马草，这个碰到了，那疼得要命。这里呢又发现了这种金盆草。金盆草又叫细心哈，它这个跟我们以往在外面那个山坡上面看到的那个金盆草是有区别的，那个像个马蹄就叫马蹄香，这个就像一口钟一样。因为细心有很多种，这又是另外的一种。寨门呢就在这个上方，这里离地差不多有15米高的距离。先锋已经将线开好了，我们这时候从这里原地上升。大家不是经常问怎么上升的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的。寨门的墙上有画的这个大门，然后两边还有对联。由于时过境迁，这个土面呢已经风化了，所以这个看不清楚这个对联写的是什么了。哇，真的是栩栩如生啊！好，我们现在继续上升。我把掉一头，就成功抵达了这个寨门这一步。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做了一个转角处啊，相当于一个玄关，就是外面的人呢，他是看不到寨内的情况的，做的非常的精密。哇，进入这个寨子内部啊，可以看到这里空间还挺大的哈，差不多是好几百个平方。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有很多射击垛口。这时候上升的是火妹儿，我们都是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安全探索。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哇，施压线天坑好壮观啊！这边呢还有用这个土石结构啊做的一个小碉堡，这个应该是一个装饰品，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这边还有一棵野生的枇杷树，但是这个由于缺少水分呢，枇杷还没有多大。我们这时候直接向寨内前进。什么？快过来看这个！哇，圆啾啾的，这是个恐龙蛋吧？圆过时候的恐龙蛋吗？石蛋子，好圆哈，它自然的，非常的圆，跟这个山体是格格不入啊！你看，这些都是有棱有角的石头，就是一个这么圆。据说这个寨子的主人呢叫李永焕，是当地的一个富豪啊，富绅。他当时修建的寨子呢，就是为了抵御土匪。后来这个寨子建起之后啊，他跟土匪交战，抓了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土匪头目，叫罗老五。就这个李永焕呢，就将这个罗老五赶到这个寨子里面去了，就是通过这个石门，然后把他抓到里面去了之后呢，他就派了几个人看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罗老五就离奇消失了。他们有人说呢，这个罗老五是被怪兽吃了，也有人说是通过这个阴阳洞啊进入了丰都鬼城。具体是怎样的，当时是成了一个悬案。这个阴阳洞具体有多深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一波探险队将它实测探明。这时候我们开线先锋户外小蚱蜢正在进行开线布绳，这一段下去非常的高。我们首先进入这个寨子的第一个大厅，锁降这个竖井，看一下下面究竟通向何方。哇，这下面非常的高啊！但是这时候小蚱蜢它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大家不要担心。
现在小蚱蜢已经开好线了，我们继续下降，锁降这个深坑。这里看下去黑洞洞的哈。现在已经追到了小蚱蜢和向阳，看这个后面圆啾啾的一个竖井下去，不知道当时的罗老五是不是掉到了这个下面去了，也不知道这个洞呢是否就是通往丰都鬼城的通天竖井。这个竖井呢也是一个典型的水溶性竖井，这里就是垂直向下的深渊哈，能够看到户外小蚱蜢在户外向阳的后面一点点光，这里下去的高度还挺高的哈。这个大竖井降下来了，这时候在下面发现了一卷非常古老的绳子，这个还是那个麻绳。我们这时候向洞道深处前进，这里是一个大斜坡，小蚱蜢正在前面探路。哦，有绳梯啊！看到这个咔哧咔哧，28大杠，38大盖。38大杠，这应该是以前这个土匪随身物品。向阳，快来！这里发现了罗老五的随身物品。看一下，哦，这里是一个大厅，但是这个大厅好像是被人为封堵了。继续前进，大乱石坡，好陡的乱石坡，有可能是那个洞障玄关。60度这样的陡坡下去。好滑！在这里发现了这种木质榫卯结构，这个应该是一个门栓子。这个旁边还有一坨，像是那个普洱茶叶，有点像。哦，这个上面还有明显有朱砂在上面附着过的痕迹。这个就像一只鞋子，像是一个人偶的这样一部分。80多米的大斜坡走下来，终于是进入了平洞道。这个地上还是有很多这种红椿木的木质结构，有可能真的是玄关。什么？一级古庙，这个神代，我的天哪！快看，哇，有一个神像，哇塞，这上面还描绘了有这个图案，朱砂，哇，好，哇，阴阳洞的传说是真的。哦，好精致啊，它这个，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些云纹，对，天哪，这个，看这个描绘的服饰图案都非常的精致，它好像是捧着一个寿桃，还有洞道，好大个人从那里面推出来，哇，那边好像是盲洞啊，那边有个神台，还有神台，别真的是通往了那个丰都鬼城，这里也有，再往里走看看，这还有一个大木头，这个应该是修建了这个地底古庙的木材。这边还有一个洞道，好像非常窄，越走越窄，但是还是有风吹出来，这好像是人为开的，有可能。哦，我们这时候必须要匍匐前进了。哇，前面真的很窄，我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哇，看这些河沙冲在这个大石头上面，就像是瓜子一样。继续前进。大家看，这个明显是人为码砌的哈，这样一个石头是在这里，这边似乎有洞道。这边也有洞道，我们先走哪边？从这边过来，这里是一个大裂缝，差不多有30-50米高。然后这边没有其他洞道了，我们只能从这个侧面迂回过去，看一下。
这里好像有一个洞道。我的妈呀！哎呀嗨！大家看，天哪！看，这里也有，这真的是栩栩如生啊！你在这里，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面，你又突然看见这么一个人偶，是不是吓一跳啊？不是说我大惊小怪啊！大家看这个木偶上面，这些服饰全都做得非常精致。喂，我这边发现了好多人形木偶啊！不知道这个人形木偶放在这里多久了，目前看起来还是栩栩如生。看这一尊这个木偶了，它是手捧莲花，这个莲花是含苞待放的样子。然后这个木偶的后面为什么还有一个洞呢？这个咱们不得而知。可以看到他的面部表情都是非常的逼真。特别是这个看着我当时就吓了一大跳嘛，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木偶已经碎掉了，可能之前来探险的人啊，他把它捡起来给放在这里了，但是确实是看着有点害怕。在这里，这应该是这个碎掉的木偶残片。这个木偶呢，它是已经腐蚀的比较严重了，上面的头呢只有半边了。据说这个阴阳洞，洞分阴阳，如果看到木偶的话，这一条有可能就是阴洞。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木偶面对的这个方向继续前进。我们这边有很大的风吹出来，沿路还有夜迷山等等一些。哎，草鞋，还有草鞋，你看，是别人连鞋子都跑掉了吗？有可能以前从这边通往丰都鬼城，就是走的这一条阴洞。看这个草鞋，随地都是。洞道再次一分为二。我们走哪边？老规矩，先走这边。哦，哇，这里全是洞。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哈，一定要记住，这里有1、2、3、4、5、6个洞，这边还有一个，过去看一看。哇，沿路都是这种石台子。上面有个大裂缝。前面在哪里？没其他洞，但是洞道里。我的天！小杨，天哪！难以置信，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人形木偶这里。看来这个洞里面进去是走了一个圆圈。好像还挺深，也是走不通了。看到没？它唯一就是那个阴洞那里啊，它的对面的那个通道走进去就是个圆圈，看似有很多洞口，实际上并不是的。那我们这时候直接找我们来时的路，来到了第一次发现木偶的这个地方，就这个。我之前以为这个木偶的头是断掉了，实际上并不是，他是将这个木偶那个头啊捧在了自己的手掌心，太可怕了。我们走，我看看。往外走，往右手边走，左手边我进去和他走，绕了一个圈，发现鬼打墙，你快点出来。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在里面，那个，我以为是个阴洞，然后在里面绕了一个圈。这上去有点陡啊。那种我们流发出的那种。我天哪！本期视频由于时长原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继续寻找罗老五的踪迹。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这前面是陷阱。洞穴里的机关陷阱千万要小心，这是一个能够轻易让人有去无回的防御堡垒。90年前坑爹的设计让人不寒而栗，陷阱的独特地势差点让我们从此停更。当放神下入骇人深坑，坑底景象才是我们噩梦的开始。这是看一次就少一次的探险实拍，户外小北又要开始大呼小叫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现在来到了这个杜家碉堡的一角，碉堡的大门呢，采用的是石仿木的结构，飞檐翘角啊。这里有一个扇面，曾经应该上面写的有字，但是现在已经风化了。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已经是残垣断壁了。不知道古人在没有先进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将这个重达几吨的巨石垒砌得如此规整。每个青石与青石之间的填缝啊，全部都采用了三合图。它这面的长度呢，差不多是9米左右，然后它的纵深呢是6.5米，整个碉堡的高度呢差不多8米，下面已经坍塌了。这时候呢，我们就随着这个凉风往那个洞道里面看一下。小白，快来，这里有个洞，这边有一个门，这有一个门。哇，好公平啊！藏得很深呐、深不深？不是好深，很隐蔽。很隐蔽。有没有向上的洞道？哇，好像有，是一个洞道吗？但是不深，不是好深。用来迷惑敌人的。这边不是它的主洞道，它的主洞道应该在左手边，因为那边有很大的风吹出来。这个不是人工开凿的，这个上面没有开凿的那个站纹。这里应该曾经也是做的有一个门，层层封堵的背后又会隐藏怎样的人文密码？暗道的深处又会经历怎样的奇遇呢？跟随我的箭头一探究竟吧。这是个什么东西？没看懂啊。这边就有开凿的痕迹，但是上面已经附着了有这个钙化物，洞腔变得很大。哇哇，这个上面为什么是血红色的？搞不太懂啊。这里还有被人掘凿过的痕迹。这个上面全是这样的血红色，五彩斑斓。这里有个洞道，哇，我看到了什么？这是现代产物，一把生锈的刀。这个上面有2个字，是被烟熏出来的。这好像是写的什么字，但是看不清楚了。这里还有一个暗道下去，我们先往这边去看一下。这个上面开始出现钟乳石了，有个地下室，看一下，你下去就2、3米高。可以徒手下去，很漂亮的钟乳石。我从这个上面下来的，他从暗道进来的，最后在这里呢连通到了一起。可以看到这下面好漂亮的亮闪闪的钟乳石，然后在这个左下方也有一个洞道，在我正前方也有一个洞道，四通八达呀，这真的是。哦，这个里面有瓦罐，看到没？他们就是看中了这个山洞，入口特别的小，是
所以在这里因地制宜呢，建了这个度假碉堡。这里有个天生桥，也像一个石门，转过去看一下。这个水容气室呢比较大，高度差不多在4、5米，里面空气还可以啊，没有出现这个缺氧的情况。到处都是这种非常狭窄的小通道。这个地上有被开凿过的钙化物，墙壁上面什么1985年12月21号，有一些人在这里刻了一些字，但大部分的字体呢还是用那个火把给熏出来的。你们能认识多少？哎，整面墙壁上面都是的。哦，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暗道又是通向哪里？这里好像也有一个通道，这样下去的哈。看一下。哦，下面那里有一个塌陷。哇，还不浅嘞！不要过来，不要过来！这前面是陷阱，千万不要从这里过来！我换条路。哇，这个竖井差不多有10几米深，这下去了之后要没有安全装备的话，是绝对上不来。现在我队友他们只能从这里过来。看一下，这里下来没有安全吗？这里安全。好。这里还有火把，以前人用的火把，为什么火把没有带走？难道是人已经掉到了这个竖井上面去了吗？看这个竖井是一个很薄很薄的壳子，包括那个里面全部都是空的，这个上面完全没有一点承载力。这个掉下去实际上爬得起来呀？绝对起不来。我靠，还是响。不浅了这个。这里面说不定有人曾经掉进去过。真的有可能。我们下去的话，很可能还会遇到那个骨头。有可能。搞吧。搞。做好安全系统。先锋户外风少杰正在准备下降这个陷阱，看着深不可测哈，不要怕哈。有点虚哦。还是有点怕的，毕竟这下面有可能蛮热闹的。说下面非常热闹，这时候呢，我做好安全保护，就准备下降这个陷阱竖井。我们继续下降，这要是一不小心跌入这个陷阱的话，那是永远没有爬起来的可能性。我们从哪个方向降下来？这时候看一下，这个下降线路上面发现了一个非常小小的洞，但是有很大的风吹出来。很深吗？很深，你丢个石头。丢个石头看一下。但是我这个地方是对穿的。哇！前锋还在下降啊。看一下这脚下有些什么，完全不敢下脚的状态。下面还很深哦。还很深，还有多深？哇，全是白生生的哈。这个下面是从未有人类到访过的景象。前锋的后面是一个水溶裂缝，很深邃。哇，上面好热闹啊！地上全都是的哟。好热闹！哇！
你脚注意点哈，踩石头上面，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千万不要惊动他们。你看那条那里好多，那边也有，没地方下脚啊，这里好多啊。我们踩石头上面，踩石头上面。我的天呐！还有绳子上面。对，这里还有一根引绳。这个上面应该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小洞。哇，那个角落里面都有。我们看一下这个裂缝究竟通向何方。哇，这里有滨州石，这种吧，光泽度很好。对，就是这种滨州石，这个是。我们继续前进。哇，这里有一具这个小老鼠的骨骸，这里也有摔碎了的滨州石，很大一块啊。前面，哎，老孟，结束了。结束了吗？对啊，这洞子结束了。没多大了。哇，这个像恐龙啊！看这个，就像恐龙一样，这个石头。嚯！像恐龙那个脚掌。三角龙的那个。对，有点像那背鳍。啊。这时候我们就准备原路返回，这个度假城堡就全部探明了。在下面确实是有比较重大的发现，这有一些这个失足者哈，失足掉下去的一些土匪啊、土匪遗迹。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小美，你快来！发现什么？地底古庙。回到家做了3天噩梦的一次探险之旅。位于丰都鬼城的阴阳洞，树井下的地下古庙存在古石人偶，身披五彩绘，光照会流汗，背后有暗格。他们究竟建于何时？受到相关部门邀请实拍人偶细节，我们决定再次进洞获取资料。这一次又会经历什么呢？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施家嵌天跟玉龙洞的洞口，这时候呢，三连跳正在开这个铁门啊。上次咱们进入那个古寨之后啊，进入了它的地道，发现地下神像、地下古庙。从里面迂回呢，我们发现它是通往了这边的月亮洞。这次呢，我们决定直接进入这个古寨啊，去查看那个神像周围是否有文献记载。先锋已经做好了下降线路，现在咱们开始安全下降。已经来到了古寨之下，寨门就在这里。先锋已经布好了线，我们马上上升。上来了。然后看到这个寨子呢，有一道木门，旁边还有精美的壁画。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走进来呢，有一个玄关的设计。这是我们开线先锋小蚱蜢。这里好像还有一个脱蛋天王、脱蛋象天王。报上名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圆呐、你看阿里找的，啊，就在这里。玉龙洞寨呢，是当时李永焕当地的一个富绅修建的哈。我们现在来到了它的前室，这个前室呢，差不多是263个平方。可以看到这边有许许多多的瞭望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队友都在干嘛。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琵琶还没成熟，这一次这个琵琶又已经过季了。震撼吗？看看，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眼不老泉。这种呢，它是吸水石，我们把这里面清理干净之后啊，把水全部舀光，它在半个小时之后，它又会把这个水恢复到之前的水位。这种山体做不老泉是最合适的了。现在我准备好了开线工具，我们准备进去进行开线。这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竖井，据说这个地下古庙就在这个下面哈。我们现在投石问路。呜呼！我去，还挺深的哈！做了一个安全保护站，现在向着这个深井出发。沿路要排险呢，会有很多碎石。里面的后堂哈，它中间几乎全被这个竖井的面积给占着了。所以当年
这个上面的横梁应该是非常巨大的。是建立保护站，我们继续下降。历经70米的悬空下降，已经来到了这个竖井的底部。这下面呢是一个大斜坡，在这边还发现了有以前探险的人或者是李永焕的下属啊，在这里做的有神梯，看起来年代非常久远了。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铁器哈，这个大家能认得是什么吗？会不会是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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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有这种可能性哈，但是现在看起来已经锈迹斑斑了，完全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可以看到，这是由铁片采用这个顺时针往上的铸造的方式做的无缝钢管。现在小蚱蜢也下来了，我们准备进入地底古庙。感觉有点刹不住了。我操！天哪！救命！咱们在这个斜坡上面发现了一些榫卯结构件，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地底古庙它的建造零件。这边也有一些，现在队友他们都在逐个向下前进。沉积的河沙做的一条小道，现在活门一马当先，已经看成这里都是机器人呢。这里是一个大坑，直接飞下来。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洞道挺平的哈。什么东西？守门神！哇，头，他的头呢？没看到。守门神，他不是正好在这个洞口吗？看来这个地下岩洞，你看这个服饰，真的好精美啊！这看起来像唐朝的那种服饰啊。对，据说这个地方最早就可以追溯到唐朝。这上面全是用朱砂做的彩绘。五斩头文消面，有可能。所以他才把自己的头给捧在了手里。会不会这样一种寓意呢？有可能是这样的寓意。看着太奇妙了，在地下150米的地方，竟然有这种东西。这明显是放了个木偶的台子哈，但是上面放着一个木头，这种叫供案哈，有可能。哇，这个裂缝好高啊，可能有上100米高了。什么地方？这边还有吗？我去，这就比较玄幻的噻。你看，天哪，真的是五斩头文消面。这个会不会是刚才那个没有头的这个木偶的头？有可能哈。去，你看这个文消面，它削了一半去了。看这个精美的服饰，还有拿的这个潮牌，可以明显看出。这个木偶雕塑的形象呢，应该是朝中的文士，做的栩栩如生。哇，看看这里，镶金了，鎏金了。看一下这边。走，我们继续看看这边。刚刚小蚱蜢呢，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细节，这个木偶啊，居然会流汗，而且是金色的汗珠。那么这个我分析呢，应该是由于这个洞里面非重力水沉积到这个木偶的表面啊，然后沁出了里面彩绘的朱砂，从而形成了这种金色的汗珠。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灵异事件了，大家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从它身上这个非常精美的浮雕图案来看，这符合典型的唐代木偶制造技术。
有点像唐三彩。啊，很像很像。不过唐三彩是陶嘛，是陶瓷，这个是采用的木雕。看这个木偶的身后啊，它是做的有一个抽屉，这个是用来干嘛的呢？但是里面看起来应该是空空如也，没有东西。我们看一下那一尊木偶有没有。这边同样的是这种建造工艺，做的有这样一个壁龛。它为什么要将背后掏空呢？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一次我们经过仔细的分析终于得知了它这个木偶建造的年代。看来这个玉龙洞中的地下古庙始建于唐代时期，但是由于这个洞中潮湿呢，这件木偶已经看不出来它当年精美的形象了。这时候呢，我们继续向洞的深处前进，看一下这条洞究竟通向哪里。这个洞道两边做的有一些石台子，可以看到地上泛着很多的焦土啊。这些石台子上面曾经应该是放着许许多多的木偶，地上已经泛出了很多白色的焦尘。哎，这边出现了夯土层。哦，这是一个独立的砌石，可以看到这上面有那个拍板将这个土给拍紧的痕迹。那么这个封土下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这个不得而知啊，我们上去看一下。对，这果然就是一个夯土堆。可以看到在我脚下踩的这些土质都非常的松软，因为它没有雨水的浸湿所以这个夯土层并没有那么紧实。但是出于对洞穴保护，我们不去翻动它。我们现在原路返回，撤出玉龙洞，因为在下面确实是发现了这个地下古庙以及唐代人物的痕迹。这时候上升的是火妹。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